意外传输到恶毒前妻身上，天天好吃懒惰，虐打孩子，为了外面的小白脸闹离婚，成为人见人打的过街老鼠。重活一世，我要好好持家，洗白上一世的屈辱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钱小乔，你真的没有卖孩子吗？我都说了多少遍，昨晚孩子发烧，我带他去了医院。因为穿来得及时，还没来得及找小白脸看电影，就把感冒发烧的小宝送来了医院。忙活一晚上，陆枫烈这个丈夫却以为她要卖孩子，想要报警抓她。哼！虎毒不食子，就算我再不是人，也不会卖孩子。这时医生拿来了秦小乔昨晚在医院的证明。陆枫烈看完抱起小宝就离开了医院。陆枫烈，你等等我啊！回到家，陆枫烈看着一片狼藉的客厅，很是无语。你先去休息，我来收拾。收拾完房间后，秦小乔想要洗个澡，可是衣服都在卧室，害怕被提离婚的她就只能徘徊在门口。我来拿身衣服。秦小乔，孩子是我的底线，以后你再敢虐待他们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和你离婚。不得不说，原主这副身体胖是胖了点，但要是瘦下来，肯定是个大美人。爸爸，我不要你，你走开，坏女人。小宝别哭，你爸爸出门了，待会儿就回来。来，妈妈给你擦擦眼泪。秦小乔正准备要给小宝擦眼泪，就被小宝的一巴掌打到眼睛上。你走，坏女人。小宝，对不起，以前妈妈打你是妈妈不对，妈妈保证以后再也不打你，好不好？秦小乔，你干什么？看到陆枫烈的到来，小宝哭得更大声了。爸爸！秦小乔，我离开这么一会儿，你都要趁机打骂孩子，简直本性难移。离婚吧，没什么可说的。陆枫烈，我没打孩子，我拿了纸巾要给他擦眼泪，他被吓到了才哭的。你要不经常打骂他们，他们会怕你。原先为了孩子才一再忍让，既然现在孩子都不认你，不如离婚。陆枫烈抱着小宝来到客厅，才注意到已经焕然一新的家。大宝、小宝，爸爸带你们出去买零食。看着陆枫烈带着2个孩子出门，秦小乔知道上一世的自己很混蛋，以至于丈夫孩子都不喜欢自己。于是她来到厨房，想给孩子们做一顿好吃的，弥补对孩子和丈夫的亏欠。不多时，陆枫烈也带着2个孩子回到家，还没进门就闻到一股香味。爸爸，是不是婶婶家在做饭？好香呀！小宝的狗鼻子顺着香味溜达进了自家厨房，却看到做饭的是秦小乔。爸爸，坏女人的脑壳是不是坏掉了？你这么叫他，不怕他打你？有爸爸在，他才不敢呢。这时秦小乔突然发现不知何时站在自己身后的父子3人。饿了吧？快洗手吃饭。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，就随便做了点。陆枫婷疑惑地看着秦小乔，小宝自顾吃着，生怕吃了就没下顿。大宝，你尝尝妈妈做的口水鸡，很好吃的。因为某些原因，大宝不愿意说话，便也不搭理秦小乔。大宝不喜欢吃鸡肉呀，那尝点这个茄子。看来大宝也不喜欢茄子，尝尝花菜呢。大宝吧唧了2口花菜，陆枫烈微微一怔，秦小乔也眼睛一亮，喜不自胜地轻轻捏了捏大宝白白嫩嫩的脸。原来我们大宝喜欢吃花菜呀。哥哥，别吃坏女人夹的菜，他会打你的。不吃我家的菜，可这几个菜都是我做的，你不还是吃了吗？好吃吧？我看你吃了好多肉肉呢，这么讨厌我，要不都吐出来。哼，我就要吃，全给你吃光光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谁呀？意外传输到恶毒前妻身上，丈夫误以为我拐卖亲生孩子，竟直接报警，导致我被一大群警察堵在家门口。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我不仅不拐卖孩子，还是个贤妻良母。秦小乔，我们接到你丈夫的报警，关于你拐卖自己亲生孩子一事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不要啊！等等，我没有拐卖孩子。陆枫烈，再不出来，你媳妇我就要被抓走了。陆连长，我们是过来抓你妻子的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所以秦小乔同志并没有拐卖孩子，而是带着去医院了吗？是。还有邻居反映说，昨晚你们家里闹出不小的动静，是不是秦小乔同志又在教育孩子？对不起，给大家带来困扰，但昨晚我确实没有教育孩子，只是因为身体不适在家里摔倒了，可能大家听到的是那个吧。实际上是因为原主和大宝拉扯起来，不注意搞出来的动静。小乔妹子，无论如何，2个孩子都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他们年纪这么小，你打他们也无济于事，以后还是口头教育比较好。二婚媳妇再怎么样也不会虐待孩子吧？我记得之前劝妹子别打，她还说什么教育她自己的孩子不关我们的事。你看这。
秦小乔同志，虐待军人孩子严格来说是犯法的。政委你放心，我用生命发誓，以后要是再虐待孩子，我就不得好死。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情况我们都了解的差不多了，不打扰你们休息。陆连长，以后如果孩子有什么事，尽管找我们。秦小乔同志如果出尔反尔，我们也不会轻饶。你昨晚打孩子了？我没有。陆风烈，我承认以前是我不对，是我没尽到一个妻子该有的本分，也没当好一个妈妈，但是我保证改过自新，学着做个好妈妈。哼，说完了，演技不错，不过秦小乔，以往这种把戏你可没少用，下跪磕头求我别离婚你都做得出来，今天只是简单几句话，你觉得我会信？离婚申请下来需要不少日子，这期间我劝你安分守己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陆风烈，不管你怎么看我，反正我刚才的保证都是真的。我知道说什么你都不信，但我会证明给你看。离婚的事我不会再拖着不肯，也不会赖在这里不走。为了离婚后能立足，我得赶紧熟悉环境，然后找个工作。夜晚，刚洗完澡的陆风烈光着肌肉健硕的上身。小娘子真的好这身材绝对了呀，小摸。秦小乔，你怎么把被子抱出来了？你最近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睡客厅吗？换我来睡客厅。你每天训练那么辛苦，晚上回来好好休息一下。他怎么突然开始关心我了？要不是现在关系还不到那一步，我才不想分居呢。不过还是慢慢来，总得让他对我改观了再考虑其他的。你这么早就要出门，几点了？6点。简单洗漱后，换了身宽松的衣服，赶紧下楼。秦小乔围着门大院跑了2圈，便看见了夏秋云手提菜篮。小乔妹子，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太胖了，打算减肥。嫂子，你是要去买菜吗？对。那正好，我也要去，咱们做个伴吧。秦小乔这个人好贪小便宜，每次都在我这里顺了不少吃的，待会儿买菜怕不是要我付钱？大妹子，买条鱼嘛，新鲜的，昨晚才捞起来的。老板，来2条。嫂子，成为邻居这么1年，给你添麻烦了，这条鱼送你了。他大早上的是不是吃错药了？哎呀，嫂子，你就收着吧，炖点鱼汤喝喝。我知道之前是我不对，做了不少错事，但我决心改过自新，这条鱼就当做是以前的赔礼，你可别嫌少才是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可就收下了。以后要是有什么麻烦，尽管找我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你就该和我们多走动。可不是吗？嫂子，不瞒你说，我看到你就跟见了我亲姐似的，你要不嫌弃，以后我叫姐算了，叫什么嫂子，生分了。夏秋云被他哄得哈哈大笑，3言2语就认下了这个妹子。大宝小宝在做什么呢？尿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又要打我，坏女人，你就是个坏女人。爸爸，我要爸爸！坏女人又打我。快尿完了，我赶紧给你们做吃的。解散。连长，走，听说今天中午吃肘子。不去，今天回家吃。我没听错吧？连长，你回家吃，家里来人了。陆连长，今天中午怎么回来了？嫂子，陆连长，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今天我又听见你那2个孩子哭的那叫一个惨呐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嫂子。扔下这么一句，陆风烈便怒气冲冲转身走进了屋内。你又打孩子了？爸爸，你回来了。没有，是今天小宝差点尿裤子，我抱他去厕所，他不要我抱就哭了。小宝，真的吗？小宝慢吞吞点头。小家伙虽然什么都不懂，但是能感受到大人身上的气势，便也不敢撒谎。既然我保证过会洗心革面，那就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打孩子。以后离许嫂子远一点。难怪今天回来这么早，原来是有人找你告状了。刚好下午我要出去一趟，你帮忙看着2个孩子。陆风烈这时很想解释他是回来吃他做的饭，可奈何刚刚又说过秦小乔，便不好意思开口，就只能饿着肚子了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秦小乔接下来竟然意外穿书恶毒前妻身上。我本想搞好邻里关系，开展宏图事业，丈夫却觉得我有病，想要和我离婚，而我不但不同意，反而还要找他借钱。你又想借钱干什么？上星期不是才给你50块吗？秦小乔答不上来，这年头的50可是很多人1个月的工资，他穿来才几天，手里只有不到10块，相当于原主2、3天就花了30-40。你放心，我不借多的，给我5块就行，我下个月肯定还你。拿去吧，不用还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还你，况且亲兄弟还明算账。秦小乔拿着借来的钱来到报社面试外语翻译，接待员一听，赶忙把他领进办公室。秦小乔同志是吧？还麻烦你先等会儿，我们领导还在开会。秦小乔，
狐疑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吓了秦小乔一跳。她一抬头就和刚进来的男人四目相对。顾志平是和原主暧昧不清的小白脸。秦小乔，我之前不是和你说过，没离婚不准来找我，万一被人发现怎么办？哼！那天晚上约好看电影，你怎么没来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还有你那老公根本就不爱你，小乔，你赶紧离婚吧，只有我才能给你幸福。那2个孩子更不用说了，完全是累赘。我都想好了，等你离了婚，咱们就离开这个地方，去大城市闯荡。顾志平，我老公是军人，我是军嫂，你口口声声劝我离婚，居心何在？破坏军婚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犯法的吧？你等着坐牢吃花生米吧。小乔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那个陆枫烈威胁你了？今天我来是告诉你，你的那点算盘我早就门清，之前我借给你的钱，限你3天内凑齐托人给我，否则你破坏军婚犯了罪，下半辈子等着吃脑饭。小乔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借你的钱了？再说，咱们俩就是见了几面，怎么就扯上犯罪了？你3天时间，钱不送到手上，你这记者也别想干了。顾志平眼睁睁看秦小乔大步流星离开，面上的笑终于僵持不住，咬咬牙一脚踢在桌角上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呸！他们的死肥猪，什么玩意儿？秦小乔解决完私事，心情也是极为大好，于是又来到一家出版社面试。一听说懂英文，可以做翻译，负责人立刻就重视了起来。你来应聘翻译，是以前出去留过学吗？没有，可能比较有语言天赋，自学了几年就会了。那来个自我介绍。纯正的美式英语发音字正腔圆，十分悦耳，语气抑扬顿挫，堪称完美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说得非常好，我们这边目前主要是翻译一些资料和文献，你如果可以胜任的话，工资好说。这就录用了，不需要再考核一下吗？不用，我相信你。那我能把文献带回家吗？翻译好了我再给你们送来。没问题，只要按时过来结算就行。好，谢谢王姐，我会好好干的。谈好工作，根据篇幅来定工资，一页文献10块钱。秦小乔一次性装了10张，再带上2本参考资料，又去买了2袋菜，便凯旋而归。秦小乔还没进门，就看到陆枫烈正和一个女人聊天，女人侧对着他，烫着卷发，穿着娃娃领连衣裙，踩着小皮鞋，十分洋气。陆枫烈，你快帮我拎点，太沉了。买这么多？家里这么多人呢，买的都是些能放得住的。你和孩子吃晚饭了吗？没有。那我来做吧。看着秦小乔和陆枫烈2人旁若无人，边走边聊，竟意外的和谐，这可是看得苏糖直冒酸水。丑八怪，他凭什么？他怎么配得上陆大哥？这位是？你好，我是苏糖，和陆大哥从小一起长大。你好，我叫秦小乔，是陆枫烈的媳妇。小唐妹妹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要不要尝尝嫂子我的手艺？不用了，我今天是过来文工团报道的，随便来看看陆大哥。天色太晚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哇！漂亮阿姨，你是我后妈妈。漂亮阿姨，你是我后妈妈。这是谁家的小屁孩？脏兮兮的，咋见人就叫妈？你看你手，把阿姨的裙子都弄脏了。苏糖心头一紧，才算反应过来，这个脏兮兮的小孩居然是陆大哥的孩子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手才不脏，你手才脏，不要你管。见他这么不给秦小乔面子，苏糖心里一阵得意，笑了笑，刚要开口，又见小宝奋不顾身朝他扑过来，忍不住叫喊：你不是我妈妈，不要你当我妈妈，我要这个漂亮阿姨当妈妈。小屁孩，这裙子是我新买的，几十块呢。小宝，阿姨今天还有事，过2天再来看你。苏糖说完赶紧跑了，生怕小宝抱着他不撒手，那他这条裙子就彻底废了。苏糖走后，秦小乔拿过陆枫烈手中的菜。咋不去送送你的妹妹？她真的就只是我以前邻居家的一个妹妹而已，我们没什么，你不要乱吃醋。她只是我的妹妹，她只是我的妹妹。果然从古至今，男人都一个样，要不是原主也在外面乱搞，这婚我和你别离。好，那你陪一下小宝，我先去做饭。哈，小乔妹子，这刚刚那个是文工团的呢，前2天听说好像还是大学生呢，怎么他和陆连长认识呀？啊，认识，陆枫烈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妹妹。不是我说，小乔妹子，你平时还是多多收拾你自个儿吧，长得1肥2胖的，是个男人见了都没胃口。哼，有胃口有啥用？我有2个儿子就行了。嫂子啊，你这都怀上第3胎了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儿子。不瞒嫂子说，我之前跟人学过，能看男女，你这胎我看又是个女儿。呀！放你娘的狗屁！徐春雨一声暴喝，扬手把瓜子全朝秦小乔砸过去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捂着肚子险些没晕过去。
哎呦，嫂子啊，慢点下去，爬这么高来听别人家墙角，可别把孩子摔没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面刚端上桌，父子三人便坐好，等待一声令下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饿吗？大宝规规矩矩的拿着筷子慢慢吃，小宝则是直接埋着脑袋使劲往嘴里扒拉。陆风烈也赶紧吃了一大口面，因为秦小乔在他碗里放了很多辣椒，辣得他直冲天灵盖。果然女人得罪不了。秦小乔由于减肥，只凉拌了点黄瓜垫肚子，坐下都没来得及吃，盯着小宝阴阳怪气道：“我怎么记得刚才小宝你让别人当你妈妈，也不知道你的新妈妈会不会做这么好吃的面条？”小宝只管嗦着面条，不吱声。饭后，秦小乔收拾完碗筷，回到客厅，一扭头瞧见陆风烈还坐在沙发上，并且拿着早上他从出版社带回来的文献。你买的？今天出去找了份工作，和这个有关？你不是说了要离婚吗？等待上头批准的空档，我肯定要安排好出路，免得到时候无家可归。不回老家？回去做什么？我本来就什么也不会，回去只会添麻烦。留在这里不仅能找份工作糊口，还能时不时来看看孩子们。虽说到时候离婚了，但也不能扔下孩子不管，好歹我是他们妈妈。很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陆风烈知道这是秦小乔下的逐客令，卧室内挨着2个孩子的陆风烈并不太好受。自打生了2宝后，他和秦小乔再也没肌肤之亲，算下来这都快4年了。这一晚上陆风烈都辗转难测，反观秦小乔睡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。第二天一早，陆风烈昨晚没咋睡好，便早早起了床，从卧室出来，2人打了个照面。你起来了，那我等你一起吧。这么早出去上班？我下去跑步呢，上什么班？再说了，家里2个孩子，我也抽不开身了。2人刚出门，就撞见有说有笑的夏秋云两口子。小乔，你这是要把陆连长送到门口，感情真好啊。我下楼跑步减肥呢，这截路估计陆风烈闭着眼睛都能过去，我送他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几人又寒暄几句才告别离开，正好顺路。夏秋云让刘飞陪他先去买点菜，2人出了大门，瞧着陆风烈和他们不顺路，刘飞才沉下脸。你以后还是和陆连长他媳妇少接触，不是个无赖吗？什么无赖？谁没有犯错的时候？人家小乔现在都改好了。就前2天，你不说我炖的鲫鱼汤香吗？那可是小乔送的。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还不能让人家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哼，你还知道你自己老啊？比我大了差不多10岁，可不老吗？秦小乔跑完步，正准备回家时，却被眼前来势汹汹的男人拦住了去路。是陆连长家吗？是，怎么了？传达室有你们家的电话。好，我这就来。秦小乔跟着小哥来到了传达室，刚一接通，里面立马传来一道朴实而又熟悉的乡音，是原主生母李霞。小乔，最近日子过得咋样？女婿对你还好吧？妈，没有，陆风烈他没欺负我，我就是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，有点想你了。哎呀，我闺女都会说想我了，真是出去1年长大了，懂事了。要不是最近地里的活走不开，我就和小山一起过去看你。小山大名秦山，是秦小乔的弟弟，今年20。妈，是不是我弟来了？可不是吗？他不是去年没考上吗？我和你爸凑了点钱，让他去城里复读。不是说什么城里的老师教得好，这眼看着要开学了，我让他顺道去看看你。妈，你这么见外做什么？小山是我弟弟，我能不管他吗？原主本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，眼里只看得到钱，算是6亲不认，在家里和他哥哥嫂子弟弟的关系都不好，就只有夫妻俩宠着秦小乔，但不代表其他人也乐意宠着。好，那我就不耽搁你了，这电话费挺贵的，你让小山在学校收拾好了，给家里来个信。挂断电话的同时，看来他这么大的改变没让老妈察觉不对，他正站在传达室出神，外面的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同志，外面来了个小伙子，说是你弟弟。小山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我刚和咱妈打过电话。这里面都是妈让我给你带的，东西送到我可就走了。你别走啊，大老远过来吃饭了没？怎么了？东西我都送到了，不让我走。这东西这么沉，你就让我自己带回去。妈让你顺道来看我，你就是这么听她话的。哼，别拿妈来压我，这不是在家里，还以为有他们给你撑腰呢。好了，先跟我回家吃了饭再说。舅舅你来了。没来部队之前，2个孩子几乎都是秦山在照顾。秦山原本板着的脸，也在看到大宝小宝后，终于露出个笑。小婷、小徐又长高了，还记得舅舅不？记得。我去做饭，小宝待会儿带着你舅舅回来吃饭。他第一次来找不到门。小婷，你妈妈还打你和哥哥不？有爸爸在，他不敢。秦山陪大宝小宝玩了一会，实在怕秦小乔把厨房烧了，便去了厨房一探究竟。看着秦小乔忙碌的背影和旁边摆放的大鱼大肉，他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好了？难不成他真的改好了？
你怎么过来了？你是不是想算计我的复读学费？你是不是饿昏头了？谁说我要算计你的学费？你姐夫的津贴全在我手里，我稀罕你那点钱。行了，你快出去吧，等会就开饭了。等菜差不多上齐了，陆枫烈也正好到家，推开门瞧见厨房门口站着个陌生男人，他那张脸肉眼可见变得铁青。姐夫，你回来了。秦山一直都很尊敬崇拜陆枫烈，记得秦小乔刚和陆枫烈结婚那阵，陆枫烈下乡住在他们家，秦山完全就是这个姐夫的跟屁虫，走哪跟哪。我姐饭已经做好了，姐夫你快坐下，马上可以吃了。这个小舅子不是和秦小乔向来不对付吗？怎么突然叫他姐了？饭又不是你做的，你这么狗腿做什么？你10几岁的时候缠着你姐夫就算了，现在20岁了，怎么还这么黏他？我妈今天给我打电话，说小山要来这里复读，顺道来看看我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多住几天。你去哪个学校复读？好像就是城南那个，老师给我打听的，让我过去插班。好好写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你姐。先吃饭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做菜，这么好吃？你姐我有天赋不行。父子3人都只专注吃，生怕被吃完了。一家3口其乐融融，看得秦山目瞪口呆，便也赶紧扒拉几口。饭后，秦山和陆枫烈来到客厅。姐夫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姐变了很多？我姐以前确实混蛋了点，不过现在都改好了。要是我爸妈知道，肯定很开心。你们在聊什么了？没什么。这时突然有人敲门。秦小乔，你的信。秦小乔一头雾水，想了半天也没想到谁会给他写信，哦了一声，赶紧擦擦手上前接过。信封上也没有什么地址，捏着倒是厚厚一沓。陆枫烈还站在门口没走，显然等着他拆开。晚点再拆吧。拆开，打开一条缝，朝内看了看，钱，他立马了然，这大概是顾志平送过来的。哪儿来的？前些日子借给朋友的，估计现在手头宽裕了吧，让人给我还了回来。秦小乔表情还挺认真，只可惜陆枫烈一个字都不信。秦小乔到底什么本性，没人比他更清楚。他这样的在大院里人人避而不及，怎么可能会有朋友？看着秦山还在场，陆枫烈没打算拆穿，便大步离开去上班。中午，秦山在陪孩子玩耍，好不容易可以偷个懒。秦小乔刚准备睡个午觉，姐，出事了！姐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孩子呢？小婷他们在楼下，本来玩得好好的，有个小丫头摔倒了，她妈妈非说是小婷推的，我怎么解释他们也不听，没办法只好来找你。秦小乔和秦山跑到门口，周围已经围了不少家属，孩子的哭声十分嘹亮，伴随着的还有大人的呵斥。你们玩就玩呗，怎么还推人了？你妈没教养就算了，你也没教养嘛，把你妈找来，怎么看孩子的？你那个舅舅呢？我让他去叫你妈，怎么这么久没来？果然是村里来的，没什么规矩。我说徐嫂子，你就少说2句吧，孩子玩闹推推搡搡，不是很正常吗？站着说话不腰疼，看看我们小叶都摔成什么样了，你看看这下巴都磕出血了，这要是留疤了怎么办？我们小叶一个小姑娘，这可是门面。嫂子，真的是你误会了，我们小婷一直跟我在一起，没有推你女儿。没有推，那我们小叶怎么摔倒的？你以为你是乡下人就可以不讲理？什么玩意儿？小宝哭得小脸通红，上气不接下气。秦山见状心疼坏了，赶紧蹲下身护着小宝，给他擦擦眼泪。大宝站在旁边静静看着，小脸发白，看样子也被吓得不轻。孩子的事儿就说孩子，你扯我地干什么？还乡下人？假的，你不是乡下人拉的，自以为在这城里住了几年，祖宗都换了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要脸？嗨，我不是好东西，你黑心乱废，以前暗搓搓离间我们夫妻关系就算了，还撺掇我打孩子，怎么现在放的屁不管用了，直接骑我头上了？秦小乔连珠炮似的输出，骂人不带脏字。虽说目前这个情势不好，但旁边的邻居们全都听得笑出声。2个孩子此时也对秦小乔刮目相看，尤其是小宝。放你娘的狗屁！怎么回事？大老远就听到这边闹得不可开交。夏秋云是这附近的和事佬，再加上刘飞，夏秋云的先生，因为工作的特殊性，所以他说话也比较有权威。平时主要协理大院大小事务。徐春雨仿佛找到主心骨，赶紧拉着夏秋云声泪俱下的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小婷，你告诉婶子，小叶下巴的伤口是你推的吗？不是我，是他自己摔的。你撒谎！大妹子，现在是问孩子，你一个长辈插什么嘴？小叶是顾家庭推的你吗？不是他推的。行了，真相大白了，是小叶自己摔倒的。大妹子你也别扭着不放了，还是赶紧把孩子送去医院，看看小丫头疼成什么样了。嫂子，孩子的话你能信吗？我只信自己的眼睛。小叶这伤口做手术不少钱，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，赔钱。哼，
赔钱？不可能，大不了报警吧，等警察来了再通知我。我2个孩子被吓得不轻，就先带他们回去了。秦小乔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走去哪儿？给我站住！今天这事儿没完。2人始料未及，被徐春雨扑个正着。秦山底盘稳，只是一个踉跄，秦小乔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尖叫一声直接摔倒。小宝，好在他眼疾手快，侧过身护住孩子，怀中的小宝被吓得大哭，他自己则是扭伤了胳膊。所有人都吓坏了，包括徐春雨。秦小乔红着眼大步上前，正准备摔徐春雨一个大臂头，不料他居然装晕。何嫂子，你没事吧？快送医院，她还怀着孕呢，带上小叶。这一天天的都什么事儿啊？小乔妹子，你和孩子没事吧？嫂子们也看到徐春雨推我那一下了，我摔在地上扭伤了胳膊，也要去趟医院。至于小宝，他被我压着，不知道有没有事，得先去做个检查。小宝，大宝，爸爸，你好好躺着别动，具体怎么回事？秦小乔重新躺下，扯了扯身上的被子，说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眼见着陆风烈面色越来越难看，秦小乔没好气嘟囔道：这事儿和你们2个大男人没关系，是我们2个女人的斗争，新仇旧恨一起散。徐春雨必须要脱层皮。医生怎么说？我胳膊扭伤了，一通检查下来，小宝没什么大碍，但我让医生开了个精神损失的证明，毕竟小家伙是真的被吓到了。姐夫，你当时不在，不知道那个嫂子有多嚣张，说话难听就算了，还处处针对小婷。需不需要我动用一下关系，让他吃点苦头？不用，对付他我有的是办法。我这几天打算在这里住下了，躺到哪天要看徐春雨的态度，反正也不是我出钱。暂时不知道，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晚点何明肯定要过来看看。还真让陆风烈说对了，不到半日何明就过来了，手里拎着水果和白糖，立在门口还挺局促。秦小乔最先发现，赶紧给陆风烈使了个眼色。接下来秦小乔该如何处置徐春雨呢？陆老弟，我来看看弟妹。弟妹，你没事吧？看过医生之后好多了。弟妹，实在对不住，我媳妇那个人其实没什么坏心眼，她就是起昏了头，容易做错事。你看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能不能不和她一般见识？副连长，其实道歉这个事儿呢，说来也小，就让嫂子过来赔礼谢罪就行。今天闹出这么大的乱子，都是我们俩扯出来的，你过来说，这些于情于理都不太合适。是，道歉确实不该我来，只是你嫂子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在楼上病房躺着呢，明儿个我肯定让她过来给你赔礼。行，只要嫂子来道歉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大家都是邻居，远亲不如近邻，没必要把关系闹得这么僵。行，那弟妹你带着孩子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们。陆风烈，你送副连长吧。不用送了，好好陪弟妹。怎么样了？我都按照你的意思给弟妹赔罪了，不过弟妹的意思是，冲突是你们俩之间的，也是你推了人家，就算道歉也应该是你去。什么叫我去？夫妻本是一体，你去道歉了还不够，凭啥还要我去？我现在大着肚子，浑身不舒服，他这不是故意为难人吗？他就是故意为难你，你也得去。你都不知道小叶做手术花了多少钱，那么大的口子缝了好几针，这个月你的津贴还没下来，已经湿了不少。你妈那边每个月都要养老钱，我恨不得一分掰成2分花。所以这就是你得人的理由。既然你一个人照顾不来2个孩子，我过段时间把妈接过来帮忙。何明，你什么意思？陆风烈，你带着大宝回去吧，我弟留在这里照顾我和小宝。小山带着小许回去，我在这里陪你和小婷。你明天不是还要训练？这医院床这么小，耽搁你睡眠怎么办？晚上我和小婷睡，你不用担心。行了姐，就让姐夫照顾你，我带着小许回去。你们是夫妻，他在这里也比较方便。小许，来跟舅舅回家，你妈妈胳膊受伤了，你爸爸得在这里照顾她。大宝垂着眉眼，紧紧盯着他短裤上面的图案，伸出手指轻轻抠了抠，反正就不愿意。陆风烈见状沉下脸，大步上前，一把将大宝拎起来塞到秦山怀里，命令道：陆家许，跟你舅舅回去。陆风烈，孩子还小，你凶什么凶？小山，你先一个人回去吧，2个孩子都留下，我和你姐夫一人带一个。好的，姐。大宝是不是担心妈妈呀？来，快过来，来挨着妈妈坐。大宝依旧低着头不理睬秦小乔，这时小宝奶声奶气地爬到秦小乔身边。我只是不想欠你的，你今天保护了我受伤，我才照顾你的。是吗？我还以为小宝是心疼妈妈呢，原来是不想欠我啊。我才不会心疼你，你是个坏女人，坏妈妈。秦小乔微微一怔，并没有因为他这话伤心，反而忍不住窃喜。坏妈妈这个称呼总比坏女人好吧，毕竟带了妈妈2字。很晚了，该睡觉了。我有点冷，小宝抱着就不冷了，快睡吧，晚安。
妈妈亲我了，妈妈还对我说晚安。原来书里写的都是真的，妈妈真的会亲自己的孩子，真的会说晚安。怎么了，小宝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以前是个坏妈妈啊。关灯了。刹那间，病房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。半夜，大宝自己轻轻掀开被子的一角，爬下床去上厕所。许是职业习惯，陆风烈比较警觉，察觉到孩子动弹的那瞬间，他已经睁开眼。大宝小心翼翼来到秦小乔身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秦小乔踢开了被子，将双腿都露在外面。大宝轻轻地拉起被子一角，温柔地给秦小乔把腿盖上。翌日一早，天都没亮，陆风烈就赶紧起床。母子三人睡眠可真好，这么大的动静也没醒。他没舍得叫醒他们，匆匆离开。刚到楼下，正和迎面走来的秦山装个正着。姐夫，我姐他们醒了吗？没醒。姐夫，我们学校快开学了，我打算现在就过去，免得去晚了赶不上进度。这么早过去，多待2天，着什么急？不了，免得姐她担心我。姐夫，我不和你说了，我先走了，免得赶不上汽车。火急火燎地扔下这句，秦山压根不等陆风烈回答，转身拔腿就跑。见他眨眼跑了个没影，陆风烈也着急去训练，想了想还是没追。秦小乔还不知道秦山已经走了，带着孩子们用了早饭。外面走廊上忽然响起一阵嘈杂的脚步声。陆大哥在吗？漂亮阿姨。哎，小乔，你个包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妹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住院了，特意过来看看。一路大哥呢？怎么没陪着你？很忙吗？来，小宝大宝，阿姨这里有糖果，这可是从国外带回来的。大宝准备伸手去拿，看了一眼秦小乔，默默放下了小手，摇了摇头。小宝却毫不客气地拿过糖果，不识好歹。谢谢漂亮阿姨。小宝，阿姨外面还有一包，你跟阿姨去拿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小宝，小宝，你不是不喜欢秦小乔那个坏女人吗？那阿姨做你妈妈好不好呀？真的吗？可是她会不高兴的。她都这样对你了，你还管她干啥？小宝，你听阿姨说，只要你站在阿姨这边，阿姨就帮你把她赶出去，然后做你妈妈好不好？不好，她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爸爸都和我说了，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。你以前这么讨厌秦小乔，才几天时间，他居然就让小宝对他改观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小宝喜欢我，只要搞好关系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好好好，是阿姨说错了，来，这些糖果都给小宝，拿去和哥哥一起吃。好，谢谢阿姨。去吧，去吧。哼。秦小乔，咱们走着瞧。下午，陆风烈也请假来接秦小乔回家。在去交费半道上，正好碰到何明夫妻俩。陆老弟，何明大哥，这是去缴费是吧？陆老弟，交费处那边你不用去了，弟妹和小婷的费用我们都包了，让弟妹受委屈了。我今天特意带着你嫂子来给弟妹道歉。那麻烦你们了。这费用本就是他们该出的，陆风烈也心安理得接受下来。按照秦小乔的计划，本打算继续讹点，但这医院躺着也不好受。陆风烈转身走在前面，领着他们来到病房，便看见秦小乔正收拾行李。哟，嫂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吧。小乔妹子，最近好点了吗？前几天的事儿都是你嫂子不对，上次在你这里回去之后，我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，她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所以今天特意过来给你道歉。小乔妹子，对不起，上次在大院是我没有问清楚就冤枉小婷，是我的错，也是我当时气上心头推了你们母子俩，害得你们进医院，所有的错误都在我，还请你别和我计较。嫂子严重了，大家都是一栋楼的，没必要这么上纲上线。你推我的事呢，就这么算了，但是你冤枉小宝，还得和孩子道个歉。哪里？小乔妹子，这小孩子的善恶观还没有形成，你做错事情不道歉，以后他做错事也会不道歉。为了避免孩子走歪路，我们大人不应该做个榜样吗？再说，如果报案的话，何明大哥的工作我看是难保了。赶紧道歉。小婷，你还记得婶婶上次说你推了小叶吗？记得。这个婶婶上次冤枉了你，专门来给你道歉来了。小婷，婶婶给你道歉，对不起，上次我不该那么说你，也不该骂你。好吧，我原谅你了。小叶姐姐是我的朋友，我才不生她妈妈的气。秦小乔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弟妹，你们的费用这边已经结清了，要是还继续住的话，麻烦你们先垫垫，到时候找我报销。不麻烦了，我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打算今天就出院。那好，我们就不打扰，先回去了。收拾完后，陆风烈俯身抱起小宝，爷俩走在前面带路。秦小乔带着大宝紧跟其后，一家4口回到家。这才几天没回来，跨进门，秦小乔倍感踏实。这时忽然有人敲门。陆连长，嫂子，我们听说嫂子手受伤了，便来看看，随便来蹭一下嫂子做的饭。对了，嫂子，我叫江海，他叫金汤。
传闻陆连长媳妇又胖又丑，邋里邋遢吗？她怎么长得这么漂亮？当着我面说就不太好吧？杵在门口做什么？快进来，家里也没什么可吃的，你们随便磕点打发时间。哎，嫂子，有啥需要我帮忙的不？我有的是力气。嫂子，我也有。哇哦，不错不错。你去看看孩子们。孩子不是刚出去吗？嫂子，你还是去看看孩子们吧，这里有连长陪着就行。行，那你们慢慢聊。秦小乔前脚刚走，江海后脚蹭的起身。连长，嫂子，我们也看过了，那我们就走了啊，还没吃晚饭呢，饿得慌。站住！你们不是要吃你们嫂子做的饭吗？不用不用，看来是平时训练不太够，明天训练翻倍。连长，你这公报私仇啊！汤金欲哭无泪，横竖想不通，他们到底哪里得罪连长了？等秦小乔带着孩子们回来，江海和汤金已经走了有一会儿。就这么走了，怎么不让他们多坐会儿？等会我去食堂打饭。不用，我去弄小龙虾给你们吃，小宝也想吃了。你手不痛呢？本来就是装的，为了让徐春雨好好长长记性，我今天做了很多，剩下的这碗你给秋云姐他们送过去。毕竟之前要不是她站出来说话，指不定我还躺在哪儿了。陆风烈这才如梦初醒似的点点头，衣服都没来得及换，端着那碗小龙虾连忙送过去。等他再回来，秦小乔已经带着2个孩子坐好。爸爸，快来吃虫子了！麻辣小龙虾，你会吃吗？你掐头去尾剥了壳，吃里面的肉。哎呀妈呀，这是啥呀？而货吗？这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！再来一口。说话叫歪蕊子。陆风烈干脆自己动手包，喂给孩子的同时，也递给秦小乔。一锅虾被几人吃的一点不剩，正怀恋这股味，就被敲门声唤醒。这么晚了，谁呀？你慢慢吃，我去看看。门外站着夏秋云的儿子石头，手里还端着他们刚才送小龙虾的大碗。陆叔，不用这么着急送来。陆叔，我不是来还碗的，是我爸，就是那个你们家还有剩的菜汤吗？我爸让我给他借点，他要拌饭吃。我爸让我给他借点菜汤，他要拌饭吃。还有，你稍等。谁呀？楼上嫂子他们家的石头，来问问有没有菜汤，他爸想拌饭。啊，你说秋云姐她老公啊？等他端着那么大一碗出去，石头特别不好意思，赶紧道谢。谢谢陆叔。你陆叔怎么说的？没说啥，爸，以后这么丢脸的事你自己去。这么要面子，那待会儿别吃。我之前就说小乔妹子变好了吧，有的人还不信，现在吃着人家送来的菜，跟8辈子没吃过似的。秦小乔带着2个孩子洗完澡后，又来到床边给2个孩子讲故事，打算把他们哄睡着再去睡沙发。妈妈，你能陪我一起睡吗？当然行，妈妈的手已经好了，要不你和我一起去睡沙发？妈妈，之前爸爸说了，等你胳膊好了就一起睡。你偷听我们说话？才不是偷听，爸爸声音那么大，我和哥哥都听见了。你不信问哥哥。爸爸，我和哥哥都听到了，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。我说的话一直算数。大宝，你也想妈妈留下来陪你吗？妈妈，你看，哥哥也想你留下。真的，大宝真的希望妈妈留下，你再点点头让妈妈看看。大宝终于肯回应妈妈了，妈妈好高兴。秦小乔这段时间的付出终于有回报，只要继续陪伴开导，大宝开口说话的那天肯定很快就能到来。大宝瞪着双眼有些失神，就这么定定地看着秦小乔对他又抱又亲，面上没有任何的抗拒不说，眸底闪过的还都是欣喜。小宝见状有些吃醋，也手脚并用爬过去凑上自己香香软软的包子里。妈妈，我也要亲亲。妈妈，爸爸也要亲亲。陆家田，欠打了。妈妈，爸爸欺负我。你爸爸哪舍得打你？妈妈，我们不和爸爸好，我们睡觉。好，我们睡觉。翌日，2个孩子在妈妈陪他们睡了一夜，美得不行。中午陆风烈回来吃饭，跟在他后面的还有刘飞。姐夫，吃饭了没？进来一起吃点。我就不进去了，你秋云姐还在家等我，跟着陆连长过来，是打算请你们过2天来我家里吃饭。我过生，周围邻居一起吃个饭，热闹热闹。行啊，没问题，我和陆风烈肯定去。姐夫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小乔，你厨艺好，到时候能不能帮着秋云做2个菜，正好让大家尝尝你的手艺。姐夫，你不说，我也是要去帮忙的。嘿嘿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也不打扰你们小2口吃饭了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转眼到了刘飞生辰这天，男人们在外面喝小酒，女人们在厨房里聊八卦。
徐春雨现在日子可不好过，乡下婆婆来了，每天使唤她干这干那，挺着大肚子比以前还忙。她那个婆婆重男轻女，要她这胎必须生儿子，和民的津贴都被她婆婆都攥着，啥也舍不得买，说要留给孙子花。你们看见刚刚徐春雨他们婆媳俩了吗？吃相那叫一个难看。你们家老刘过生也不上来帮忙，知道今晚有好吃的，倒是赶紧把2个丫头领上来。他们家一个搭把手的都没有，4张嘴来吃饭。咦，这位妹子是杨卫国家的。杨卫国他之前那个媳妇不是死了吗？留了个闺女在乡下，俺婆婆这不着急吗？所以就说了我，这次让我过来随军，跟他赶紧生个孩子。我是乡下来的，也没接受过什么教育，说话有点粗，嫂子们可别笑话我。笑话你干啥？你问问大家谁不是乡下来的？咱们可都是贫农，贫农能从城里来吗？城里来的都是资本家。几个女人忙活到下午，总算开始做饭。秦小乔掌勺，其余人打下手。冷小晴见没他啥事，就去了饭厅。客人们陆陆续续也到齐了。最后推门进来的是政委何苏堂。大家伙见状赶紧起身敬礼。顾政委笑了笑：行了，又不是在部队，不用这么守规矩。给大家介绍下，这是苏党，在咱们文工团唱歌。他爸爸是苏怒林，已经退休的苏老。此话一出，大家都情不自禁倒吸了口凉气。要说苏怒林，那级别可高啊，真是他闺女，在场可没人能配得上。哎呀，顾叔，你说这些做什么？陆大哥，你也在啊？小乔呢？小乔怎么没来？他在里面帮忙。小乔妹子，你可得好好看着你家陆连长，别让外人给抢了去。腿长在他身上，他真要跑，我也拦不住。是这个理，但婚姻都是经营出来的，还是别太大意了。嫂子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和陆风烈是军婚，只要我们不离，别人怎么抢？不行，妹子，快去我房间。上次你让我改的衣服也改好了，去换上，我看谁敢和你抢人。啊，没必要吧，姐。不等秦小乔继续拒绝，夏秋云就推着秦小乔去换衣服。等他出来时，众人一阵唏嘘。小乔妹子，你可真好看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果然不一样了。出去看看是谁在狐媚咱们陆连长。嫂子，你敢信？我上个月还是胖墩呢，这才减肥成功的。我咋不信？你也是底子好，底子不好，瘦成闪电也不好看。走，妹子，我们出去看看谁在狐媚我们陆连长。指导员，刘嫂子身边的那个姑娘谁家的？怎么以前没见过？顾叔，那个姐姐是谁啊？怎么以前没见过？陆连长，刘嫂子说你媳妇也在里面帮忙吗？哪道菜是陆嫂子做的？还哪个菜？这桌上所有菜都是我小乔妹子做的，今天你们可有口福了。嫂子，你开玩笑着吧？以前没听说陆连长媳妇会做饭啊。就是，你该不会逗我们玩的吧？那都是前几个月了，陆连长可好久没去食堂了，不信你们问问何敏。你们是不知道小乔的厨艺有多好，前2天做了个麻辣小龙虾，好吃的我把汤都拿来拌饭了，被秋云笑话好一阵。秦小乔同志之前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上次我们去他家里了解情况，他认错态度十分良好。以前的事儿已经过去了，大家也没必要挂在嘴边。妇女能顶半边天，今天这2桌好酒好菜离不开秦小乔同志的努力。秦小乔同志呢，快让他出来，大家感谢感谢他。小乔该不会不好意思出来吧？要不找个人过去看看。他又丑又胖，这么多双眼睛盯着，他哪儿敢出来啊？大家误会了，我可没有不好意思，我一直都站在大家身后，你们对我的赞许我都听到了，以前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，我很抱歉，但我保证以后肯定不会再犯错误。作为军嫂，我会谨言慎行，不给军人丢脸。你是秦小乔？对，我就是秦小乔，秦小乔就是我。她有这么漂亮？她之前不是挺胖的吗？整天黑着脸，见人也不打招呼，听说邋遢得不行，家里都没个下脚的地方。这才多久没见啊？怎么脱胎换骨了？看她脸，五官不仅漂亮，皮肤还白。妈妈，要吃饭了吗？快去那边找你爸爸做。哥哥呢？哥哥和小叶姐姐一起的。上个月她都还挺胖，现在怎么会这么漂亮？肯定是假的，她不可能是秦小乔。就算是搜下来了，也是个蠢笨的村姑，邋遢恶心。陆大哥家世显赫，怎么会看上她？陆大哥是我的。小乔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好看？瘦下来就好看了。我可以作证，之前2个多月，小乔每天一大早就下楼围着家属院跑圈，我回回都能碰到。
众人恍然大悟，纷纷看向陆风烈。现在媳妇变漂亮了，还做得一手好菜，还有2个乖巧的儿子。陆风烈短短2个月，就从插在牛粪上的一朵鲜花，变成了人人羡慕的人生赢家。陆连长，嫂子家里还有没有妹妹姐姐什么的？要是没说人家，记得优先考虑兄弟我们。没有，他家就他一个女儿。哎，坐在顾政委身边的那个是谁？凑合到男人堆里干啥？咋不来我们这边？听说是什么苏老的女儿，顾政委带来的。难怪这段时间没见到陆连长去食堂，顿顿都有这么些好吃的，哪能去食堂受罪？食堂饭菜有那么难吃？小陆，要不你问问秦小乔同志愿不愿意去食堂帮忙？他厨艺这么好，帮大家改善下伙食。死肥猪，一个乡下来的土鳖，也只配去食堂做饭，瘦下来变漂亮有什么用？初中都没毕业，只配干体力活，这辈子都是吃苦受累的命。正好死肥猪去了食堂，好好捯饬捯饬，有了可乘之机，陆哥哥就是我的了。对啊，陆大哥，小乔做的饭好吃，士兵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努力训练。你是说他们现在没吃饱，所以也没努力训练？陆大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，只是这么个提议，具体同不同意，还要问问秦小乔同志。哼，不用问了，这个差事我替他推了。陆大哥，为什么推了啊？这么好的差事，现在外面找工作多困难呀！既然差事这么好，让给你，你去。政委，你惦记小乔呢，是他的福气。不过小乔前段时间胳膊受了伤，没办法干重活儿。一桌人酒过3巡，吃了快3个小时，住得远的战友们纷纷告辞离开，就留下几家邻居还坐在桌边聊天。刘飞瞧着顾政委走了，才拉着他低声叮嘱：陆连长，你和政委说话怎么也不知道拐弯？你没瞧见他刚才脸色多难看？你能力出众，还要往上爬呢，可不能得罪人家。陆大哥家世显赫，父亲是鼎鼎大名的陆中将，他还怕得罪人？人家不得罪他都算好的了。陆大哥，这么晚了，待会儿你能送送我吗？和我一起来的人全都走了，这里我只认识你。稍等，我找人通知政委一声，既然是他带你来的，理应送你回去，正好他也有车，送你比较方便。小乔，现在这么晚了，我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想让陆大哥送送我，你应该没什么意见吧？我说这位妹子，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人家陆连长都结婚了，不陪老婆孩子跑去送你一个外人，你脸可真大。嫂子误会了，陆大哥把我当亲妹妹，我怎么可能是外人？陆风烈把你当亲妹妹，这月黑风高的，你一个人回去确实不安全。不如这样，麻烦妹子你稍等一会儿，等陆风烈安顿好2个孩子，就送你怎么样？好啊，那就麻烦小乔了。不麻烦，你不是陆风烈妹妹吗？我也就是你嫂子，理应为你的安全考虑。这么晚了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快把孩子抱下去休息啊，别让妹子等太久了。陆风烈沉着脸上前抱上大宝，跟在秦小乔身后离开。夫妻俩进了家门，刚把孩子放床上，陆风烈转身就走。等等，你去哪儿啊？我累了一天，胳膊有点疼，忙不过来。你先打水，给孩子们洗漱洗漱，待会儿顺手也把衣服洗了。看着陆风烈疑惑的眼神，秦小乔心情大好，来到沙发上落座，听着厕所里的动静，美滋滋的想着的苏糖，这会估计等的花都谢了吧。果不其然，夏秋云他们家客人全都走了，只有苏糖还等在客厅。刘飞知道他的身份，也不好意思赶人，只能给夏秋云使眼色。夏秋云也头疼，他到底坐在这里干什么？这么晚了不回家，孩子睡了，他把刘飞也赶去睡觉，自己打着哈欠上前。妹子，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我送送你。妹子，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我送送你。陆大哥不是要送我回家吗？怎么等了这么久还没来？哄孩子需要1个多小时，该不会故意放我鸽子吧？不好意思，当个嫂子睡觉了，我家离这有点远，就不麻烦你了。你忙了一天，早些休息吧。我的大妹子，你总算是要走了，要不是你处在这里，我早1个小时就睡了。那哪成？你一个姑娘家，独自回去多危险。不是我一个人，陆大哥说好了要送我。哪个陆大哥？就是陆风烈啊，他说把孩子哄睡着就来送我。妹子，陆连长和你开玩笑呢，他家2个孩子早就睡着了，我刚看窗外，他家里灯都拉了，估计早睡了。你也别等了，我把你送出门吧。政委不是要来接你吗？不等苏糖反驳，夏秋云一把拉着他就往外走。原本忌惮他的身份，对他和颜悦色些，现在知道他对陆连长图谋不轨，夏秋云对他的好感败坏得一干二净。嫂子你先去睡吧，这边我很熟悉，我自己出去就成。成，那你自己小心点。
苏唐轻手轻脚径直去了陆枫烈家，敲响房门。躺在沙发上昏昏欲睡的秦小乔听到动静，立马精神抖擞，似乎已经猜到来者何人。他起身慢吞吞地走过去，把门打开一条缝。秦小乔探头出去一看，苏唐正红着双眼站在外面。咦，妹子，你怎么还没走？陆大哥不是说好要送我吗？妹子，不好意思啊，陆枫烈回来忙得不可开交，现在还在给孩子洗衣服，这么晚了，我以为你早走了，所以没去通知你，实在抱歉。妹子，这样吧，陆枫烈现在抽不开身，看你这么着急，不如我送你。到小腿的开叉连衣裙，连衣袖都没有，只有吊带。这个贱人难道晚上都穿这个和陆大哥睡觉？这个贱人骚狐狸，他为什么穿这个？想故意勾引陆大哥？不用你，顾叔会把我送回去。看着苏唐走了，秦小乔也转身回了屋。谁来了？苏唐，是不是来找我送他回去？我看你很忙，提出我送，他不同意，自己跑了。我去看看。有顾政委送他回去，你去看什么？不是你让我送他回去，我让你送你就送，这么听话，那我让你和他结婚，你也结。这是吃醋了。很晚了，我先睡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秦小乔没什么睡意，干脆起来整理文献，想趁着下午有时间去交稿。陆枫烈忽然走了进来，秦小乔赶紧把文件袋放好，起身过去问：怎么了？想和你聊聊苏唐。苏唐爸爸和我爸是战友，苏老又是老来的你，所以比较宠爱，导致苏唐性格可能有些骄纵。我把她当妹妹，她在我这里永远都只是外人，我对她从来没有男女之情，以前没有，现在不会有，未来更不可能有。哼，你对他没意思，我相信，但他对你可挺有意思，要不然昨晚也不会心甘情愿等你这么久。既然你知道，昨晚怎么还让我送他？我故意的，他不是喜欢等吗？那就让他多等一会儿。为了个有夫之妇等到半夜，估计大家都把他看得透透的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战友欲。就算想嫁给你，想做我2个孩子的后妈，是不是也得等我们离婚后？我和你现在还是夫妻关系，他就这么迫不及待贴上来。往小了说，最多是他犯贱；往大了说，这可是破坏军婚，他也不怕坐牢。你就这么想离婚？不是你之前说的离婚吗？如果你继续这么照顾孩子，一心一意对他们好，这个婚也不是非离不可。你之前提离婚，表明你不想和我过了，现在说不是非离不可，也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对我这个妻子没什么感情。总的来说，我们关系的维护全靠孩子。既然这样，分开也好，分开后你找和你心意的媳妇，孩子还是我们共同的。我想孩子了，也能过来看看。我不是我是为了孩子，希望你好好考虑。话音刚落，他长腿一迈，径直出了卧室。嘴硬还否认，口是心非的臭直男。简单收拾了下，秦小乔进书房拿上自己的文件袋，来到出版社，他把自己翻译的文献给了文姐。秦小乔同志，2个月不见你居然瘦了这么多。对，耽搁了这么久，实在抱歉。实不相瞒，这都差不多2个月没见，我们以为你不会再来了。咋会不来呢？前段时间胳膊受了伤，一直没机会过来，实在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等这么久。王姐抽出文献仔细阅读，翻译得很好，查阅了参考资料，所以很多专业术语很有说服力，并且也加上了秦小乔自己的转述，使得文献通俗易懂。其实秦小乔他这份文献已经交给别人翻译过了，毕竟长时间没来，以为秦小乔能力不足干不了，但那人翻译的水平显然不及秦小乔的1/10，不对，连1%都比不上。挺好的，麻烦小乔，你稍等会儿，我去通知上面。王姐呢？我有点急事儿找王姐。王姐在忙，顾记者，你稍等会儿。哇哦，这漂亮水灵的美女谁呀？秦小乔同志，非常好，领导特别满意。原本打算给你开100的工资，现在破格给你涨了50，以后我们这边的翻译工作都交给你，你能接受吗？会不会压力大了点？能接受，谢谢王姐。不用谢我，既然翻译工作全部交给你，我还是打算给你制定点规矩，免得再等2个月，领导那边着急。你可以继续在家工作，但拿过去的资料必须每周6交一次，一次10张，超出交稿时间，我这边会酌情减少工资，你能接受吗？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结算完工资，秦小乔收获颇丰，美滋滋离开。他前脚刚走，后脚办公室的人就开始讨论。王姐，翻译工作不是给了之前那个男同志吗？怎么又给了这个？你们不记得他了？秦小乔，之前人家来这里找工作，不是还有人议论他胖？短短2个月，看人家瘦下来，和天仙一样。他秦小乔瘦下来这么漂亮，要不要这么离谱？顾志平顾不上要办的正事，他脑子一抽，抬脚就去了杂货铺，捞起门口的座机，摸出兜里的小本子，翻出个电话号，立马拨了过去。我恳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把他拿下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拿下他。你还有脸打来？我交给你的是你扮成这个鬼样子，连头猪都不如。
苏唐同志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之前都办得挺好，哪知道秦小乔她忽然翻脸，这种突发状况怎么能怪我？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我想恳请苏唐同志，你再给我和秦小乔制造一次机会，这次我保证把他拿下。秦小乔以前口口声声说最喜欢的就是我这种戴眼镜的文字工作者，之前都是意外，这次我保证全力以赴。行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什么再给一次机会？苏唐，你老实和我说，你和那个记者是不是在接触？妈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有那么不挑食吗？什么人都瞧得上。我要嫁也是嫁军官，你以为什么阿猫阿狗我都乐意嫁吗？反正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就是。幸好不是，小唐不愧是我女儿，聪明。秦小乔在回家的路上就碰到了徐春雨的婆婆何母。这就是陆连长吧？你是陆连长媳妇小乔对不对？婶子，小乔，你告诉婶子，你这生儿子是不是有什么秘方？我家那个不争气的儿媳妇生了俩闺女，眼看第3胎快生了，我真担心又是个不带把的。婶子，现在是新社会，没有重男轻女那套，生儿生女都一样，都是你的亲孙。我和陆枫烈还打算生个女儿呢。再说了，这孩子的性别又不是我们女人能决定的，全靠男人。你真那么想要个孙子，应该从你儿子身上下功夫。撂下这话，他1秒都不想多待，快步离开，免得何母再说些什么话来气着自个儿。呸！什么玩意儿？居然说我儿子不行，生不出儿子不是女人的错，还能是谁？真以为自己有2个儿子了不起了？都是那个不争气的徐春雨，连个弟弟都生不出来，还不如我当年。秦小乔回到家，便把刚刚遇到何母的事给陆枫烈讲。都是女人，居然还搞重男轻女那套，有她这样的婆婆，也难怪徐春雨想生儿子想疯了。别人的家事没必要拿来气着自己。陆枫烈，你该不会也重男轻女吧？在我眼里，儿女都一样，都是我的孩子。你这是打算再要个女儿了？我什么时候说的还要生个女儿？过来就附赠2个大礼包，完全免去了生孩子的痛苦，无痛有娃，才不想再自己吃苦生一个。啥家庭啊，有2个儿子不够，还要继续生。陆连长，你养得起吗？我养得起，只要你愿意。其实我也喜欢女儿。喜欢女儿怎么了？喜欢女儿等离婚了，你自己找个给你生啊。为了避免陆枫烈继续的聊天，秦小乔转身离开。下午秦小乔一觉醒来，太阳都快下山了。秦小乔从床上爬起来，浑身酸痛，一想到还要做晚饭，他缓了会儿，立马出门，来到客厅，看见正坐在沙发上的陆枫烈。睡醒了。我等会去买菜，你今晚想吃什么？菜我已经买回来了，今天你也累了，随便做个凉拌菜对付一口。真的假的？什么时候买的？门外陡然响起一阵敲门声，打断了2人的对话。夫妻俩对视一眼，都在彼此眼里看到一丝狐疑。谁啊？小乔，我忽然过来，会不会打扰你嘛？没了，妹子，进来坐吧。小乔，陆大哥不在家吗？在啊，怎么不在？他刚才在沙发上呢，估计听到有外人来了，不太好意思。陆枫烈也真是，有客人来了，怎么也不出来招待招待。小唐，你稍等会儿，我去把你陆大哥叫出来。陆连长，你苏唐妹妹来探望你，你也不出去陪陪人家？我陪陪孩子，你招待就行。孩子们都睡着了，你陪他们做什么？可别把他们吵醒了，快出来吧，陪小唐聊几句。他明知道苏唐对我有别的心思，还故意我把往别人身边推，这么久的相处，对我就真的一点好感没有，迫不及待想把我给打包送出去。行，我如他所愿。你怎么来了？之前小乔不是邀请我来家里做客吗？正好今天过来找小磊，所以顺道进来坐坐，没打扰到你吧？没打扰，以后有空常来。真的吗？小乔，你听见了吗？刚才陆大哥说让我以后常过来。哼，陆大哥，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吗？阿姨还说要给我们订娃娃亲呢。是吗？还有这事儿？那时候我爸爸好像也同意了，长辈们总开我们的玩笑，我还真以为自己长大了要嫁给你。真是可惜了。大人们随口说的玩笑，也就小孩子当真。那你小时候那些长辈这么开玩笑，你没当过真？苏唐小学的时候我上高中，你觉得我会当真？小唐妹子，看来这么多年你都是单相思啊。小唐妹子，原来这么多年你都是单相思啊。一个乡巴佬居然同情他，哪儿来的脸？真以为嫁给陆大哥就赢了？呸！陆大哥是我的，要不了多久肯定会再次回到我身边。苏唐，今年你也22了，年纪不小了。苏老那边没给你安排婚姻大事，我们部队有不少军官很优秀，你要是愿意认识我，打个招呼。年纪也不算大，想再玩玩。小唐妹子来了，你买的菜可能不够，出去再买点肉。行，我去菜市看看。要是买不到，记得多跑几家。苏唐，你多坐会儿，难得来一趟。好。
妈妈，我饿了。行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漂亮阿姨来了，你们替妈妈陪陪她。漂亮阿姨，真的是你。小唐，你大老远过来，肯定还没吃饭吧？我先做个晚饭，得麻烦你帮我看着点孩子。以后我也不让孩子们叫你阿姨了。你不是陆风烈的妹妹吗？改口叫姑姑得了。孩子们叫我姑姑，岂不坐实了陆风烈妹妹的身份？哪怕以后陆风烈离婚，身边陆连长爱人的位置也轮不到我。宝贝们，以后记得她是姑姑，知道吗？她是你爸爸的妹妹。姑姑，小婷，这么久没见了，想不想阿姨？想姑姑。之前还想让我做你的新妈妈呢，现在还想不想？才不要，我有妈妈了。小唐，我们小宝有点调皮，麻烦你了。苏唐来不及回答，眼睁睁看着秦小乔去了厨房。没办法，他只好照看两个孩子。大宝还是挺乖的，自打看到他的那刻起，一直都离他远远的。最主要还是小宝，一会儿往他身上爬，一会儿让他讲故事，一会儿又玩他的裙子。相处短短半个小时，他感觉自己命都快没了。等以后我和陆大哥结婚了，这两个绝对不能留下。姑姑，你头发为什么是黄的？是在学街上那种二流子染黄毛吗？不是，小许，这个橘子是给阿姨吃的吗？难道是让阿姨给你包？好，原来我们小许想吃橘子呀，真乖。包完橘子，苏唐一双手黏黏糊糊的去了厨房，趁机过去洗洗手，免得又被小宝缠上。跨进门，正看到秦小乔背对门口正在忙活，看样子快要开饭。这时大宝跑过来喂秦小乔吃苏唐包的橘子，苏唐脸都绿了。大宝，橘子是你自己剥的呀，可别把手弄脏了。原来是姑姑剥的，可得好好谢谢姑姑。小许喜欢就行。大宝不喜欢吃橘子，家里就我爱吃。不过这橘子不太好剥，我都是用刀切的。没想到小唐你居然亲自给我剥，真是谢谢你了。谁稀罕你的谢谢？早知道是这个贱人爱吃，我疯了才帮忙剥橘子。小唐，饭前不能吃太多橘子，不然身体不舒服。乡巴佬，你懂个屁！不就心疼你这几个橘子吗？我就要吃，给你吃光。没事，我胃好。秦小乔也就不多，带着两个孩子过来吃饭。苏唐早就饿了。小乔，陆大哥去外面买菜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不清楚，可能有什么事耽搁了，也不一定。幸好家里还剩了点肉，不然的委屈得跟我们吃素了。吃素也挺好的，正好减肥。一顿饭吃完，秦小乔做的几个菜全没了。这些碗等陆风烈回来洗。苏唐妹子，我们吃好就去客厅休息一下。陆大哥还会洗碗？对啊，他除了做饭不好吃，其他家务活儿都是他做。毕竟我们是夫妻，家是共同的，他总不能啥也不干吧。陆大哥这么好的男人，错过就真的找不到了。不过也快了，离婚报告都交了，这个贱人也没几天福可以享了。姑姑，我想拉粑粑。姑姑，我们来玩球。姑姑，我想玩捉迷藏。见到秦小乔在打瞌睡，兄弟俩心疼妈妈，只能可劲儿折腾苏唐，陪着玩了2个小时。陆风烈也回来了，还不等苏唐高兴，肚子却一阵剧痛。他面色一变，赶紧抬手摁住。不好，想上厕所怎么办？可是陆大哥快进来了，都是那该死的橘子，该死的秦小乔。爸爸，回来了，怎么去买菜去了这么久？跑了几家没买到，遇到楼上姐夫，去他们家坐了坐。秋云姐他们家都要拉灯睡觉，她怎么还在这？小唐妹子，你怎么在那儿站着？快过去坐啊！我站一会儿，坐久了不太舒服。小唐妹子，你是不是肚子不舒服？厕所？我没有。陆风烈，你先带着孩子们去洗漱吧。陆风烈点点头，招呼2个孩子去厕所。路过苏唐之前，陆风烈脚步一顿，看了眼苏唐，还不等他反应，秦小乔眼疾手快上前把他拉去厕所。后面跟着的2个小家伙全都震惊地看着苏唐。大宝不会说话，只能用行动表达。只见他飞速捂住自己的口。好臭！姑姑，你是不是放屁了？秦小乔拉上房门，一股臭味袭来，熏得眼前一花。苏唐现在劲儿已经忍下去了，肚子的疼痛缓缓散去，牙默不作声，扭头死死地弯了眼。秦小乔飞快地冲过去，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出。刚跑到楼下，他就没忍住哭出声。太丢脸了，活了20多年，第一次这么丢脸，都是秦小乔这个贱人害的，全都是。姑姑呢？姑姑回去了。姑姑放了这么大的一个屁，怎么就走了？我还想问她咋放的呢？我也想学。姑姑放了这么大的一个屁，谁都会放屁，你可不许这么笑话长辈。爸爸，你放屁吗？老子看你才在放屁。我才没有。我常听苏唐提起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还是一个院子的，想必你们2家关系不错，怎么从没听你说过你家？
原主当初嫁给陆丰烈，对他家可谓是一问三不知，只看上了陆丰烈军官的身份和他这个人。当时结婚就草草办了个婚礼，陆丰烈那边没有任何家人过来，只让送了3转1小，还有一些补贴。由此可见家底还算不错。结婚这么几年，孩子都2个了，压根没去陆丰烈家里看过，他们家的人也从没来探望。难道是瞧不上原主这个儿媳妇？正好今年的假期没用，过段时间带你们回家一趟。结婚6年了，他之前提都没提这个事儿，怎么现在想起来又带他回去了？我爸马上70大寿，正好带着2个孩子回去给他老人家祝寿。以后苏唐提出再来，你直接拒绝就是。那怎么行？要有外人在，指不定以为我多小气。更何况你们2家不是认识吗？传到长辈耳朵里，显得我多不会做人似的。他爸又是什么苏老，听说级别还挺高。你现在正是事业上升期，故意给你穿小鞋怎么办？哼！谁让我们陆连长魅力这么大，都结婚了，青梅竹马还追上门来。这个事儿，我过2天亲自给苏老打电话通知一声。苏唐一个未婚的，总往我这边跑，容易惹闲话。这事儿你说了能行吗？万一到时候苏唐倒打一耙，苏老怪罪你怎么办？放心，他还不至于黑白不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赶紧收拾完休息。陆丰烈嗯了一声，目送秦小乔离开，心想过2天得给老头子他们去个电话。眨眼又到训练的日子，趁着休息的空档，陆丰烈径直打报告去了团长办公室，给市中心的陆家打去了电话。里面立马传来陆母徐莲的声音：阿烈，你这段时间在部队怎么样？我就说过去看看你，家里事情太多，抽不开身。你爸又是个老古董，非说你放假了知道回来。你今天怎么忽然想起给家里来个电话了？你爸前2天还念叨你说他70大寿，你该不会抽不开身吧？有空，假期还没用，到时候带着媳妇孩子回来。你说带谁回来？阿烈，我告诉你，孩子你带回来可以，那毕竟是咱们老陆家的血脉，但是那个女人想进我们家门，不可能。妈，小乔不是你听说的那个样子，见了面你肯定会喜欢她。我不喜欢她，我恨她。我儿子一表人才，出身不差，就算是迎娶上将女儿都绰绰有余。哪知道去乡下一趟，居然被一个村姑缠上了，挟恩图报，让阿烈娶了她不说，以死相逼。后面又听说有了孩子，原本都想算了，孩子都有了，老陆家本来就没有离婚的先例，日子嘛凑合过就算了。可谁知道乖孙居然是个哑巴，当时就心疼的不行。我决心把孩子带回来自己养，可刚找上门就被秦小乔当作人贩子赶了出去。本来下乡探望就瞒得比较紧，也没告诉阿烈，更没敢告诉老头子。直到表明身份，秦小乔非但不道歉，还坐地起价出，高价买。算下来都快有3、4年了，即便生了老二，他也狠心没有任何联系。现在忽然听阿烈说要把那个害人精带回家，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。反正这个事儿免谈，你要是把孩子带回来，我和你爸都高兴；要是把那个女人带回来，那就是存心想要祸害你爸的寿宴。这件事以后再说，反正爸的70大寿还早，我就是打电话通知你，到时候肯定赶回来。行，那你可得早点，先去乡下把孩子带来。我知道。二老还不知道秦小乔随居的事儿，看来得先过了老头子那关，实在不行，先让孩子们过去说点好话也成。尤其小婷嘴皮子那么厉害。和家里打电话呢？是。对了，你之前不是申请离婚报告，我已经审核过了，盖好了章。你这边要是没什么问题，我过2天就给你往上面递。报告团长，这婚暂时不离了。你这臭小子都窝完是吧？怎么又不离了？我爱人已经改过自新，我决心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看来是我最近没有四处走走探访了，这事儿我居然不知情。既然这婚不离了，那报告你自己处理。陆丰烈赶紧接过去，敬了个礼后迈着正步离开，环顾四周，瞧着没人，他冷着脸将报告撕得粉碎，确保再也无法粘合，他才上前一把径直丢进垃圾。中午回到家，秦小乔正在厨房做饭，陆丰烈二话不说赶紧帮忙。你回来了，这个周末我打算过去看看小山，你在家看着孩子。我陪你。你跟着去，孩子怎么办？孩子有的是人帮着看，小山那边我陪你。态度这么坚决，看来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我倒要看看你找谁帮忙带孩子。12高中男生宿舍，秦山正躺在床上看书，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好几声。秦山没理会，翻个身继续看。下床的室友宋刚忍不住阴阳怪气道：“秦三，到饭点了，你不去吃饭，你不去肚子不叫得慌吗？一声声吵死人了，你听不见。等会儿去，等会儿人家食堂连残羹剩饭都没了，你去扫盘子啊？你只问我，你怎么不去？明明都是费尽千辛万苦从乡下来复读的，穷的不行，可以一起抱团取暖，但他却每次都挖苦嘲讽我，真是无语。我又不饿，